我已经很努力在改了，但是对方说感觉不到，关系还是没有变，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怎么说对方就是不理解，就是不愿意照着做？那我后来就发现问题不在那里啊，问题已经不在说了，问题在于那段关系对方已经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 大家好，我是助理主持人香云。这一集我们要来聊的是在伴侣关系当中呢，多数人真的都会遇到的一些困境或者是盲点。这一集的资讯是来自于我过去这几年开课的经验，不管是实体工作坊还是我们的线上课程，甚至线上研讨会，一直在为了大家的问题在探讨怎么做比较好。那尤其后来我们在5月份又做了几百份的问卷，包含对于30几位的受访者呢，去了解他们在伴侣关系当中真正遇到的难处跟挑战，我们整理出这6点。我相信大家听完的时候可能会带给你们一些新的启发，是原来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那这个是有助于你们在关系当中可以心情再好一些，或者可以找到不一样的沟通思路哦。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题呢，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有感觉，就是我已经很努力在改了，但是对方说感觉不到，或者关系还是没有变，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就是改了很多，但是没有用，觉得心很累。好，因为如果以这个问题里面啊，大概有几个元素要先把它抓出来。第一个就是改了很多，对不对？好，我们先来谈改了很多这件事哦。往往啊，在一段关系里面，如果改了很多，对方还是没有变，对不对？其实这一个问句的本身，它就出现了一个要探讨的事情，就是他的这一个改了很多是为了什么？他改了很多是希望关系可以变好，还是他改了很多是希望对方可以更在乎他，还是他改了很多是希望对方可以不只是更在乎他、重视他，还要愿意为了他去做什么事？对。如果他改了很多的背后是有这样的隐性控制的想法，那一旦对方察觉到之后，那他改的那一些确实没有用，因为他想要控制的那一个结果是对方不想要的。所以跟他改了什么无关，跟他要的结果是对方不要的有关。这个就是他没用的原因。好，可是第二个点是，我们先确认的是，他改的这一些其实本质上都是以着爱，不是要控制对方，所以他想尽办法要去改去修正。可是对方还是没有变。其实我想到一个点是这样，万一这一个情况是他说了很多话，在过去已经伤了对方很多次了，带给对方很多次的否定感，所以对方对他的信任已经破裂了。对，那确实这样情况的他，就算再怎么改，对方都很难会有回心转意的动作。对，不容易啊。不信你看哦，香云，你看哦，你过去有没有很相信一个人的时候？有啊。有。那有没有过到后来对那个人信任就破裂了？有啊。有。那破裂之后有没有再相信他过？很难，可能会打折。对，而且就是你也很难再跟他很靠近了。对，因为我觉得人可能我们的基因里面，或者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本性里面，可能有一个是以着保护我们自己可以生存，这一个机制是很强大的。所以呢，一旦我们意识到眼前这一个人对我们而言是危险性，而且这一个判断已经确定了，他要改变的难度也很高，他需要更多的证据。比方说眼前这一个人我不信任他，对不对？可是如果未来我要再信任他，我是不是要看过更多的证据？我要跟他共同再经历过更多的事情，而且那些事情都是证实的我是可以信任他的。那我才有可能再慢慢重拾我对他的信任感。对，所以还有一种是这样有些人他之所以改了很多但没有用，就是因为过去叠加的印象太深了，而且对方信任已经没了。而这个时候他只想要改1、2次或改了3、4次，他就觉得为什么我改了你都没有再回来。对，这里其实也要谈一个点有些人的改是在伤害别人之后。对，
可是他当时不认为自己做的行为是伤害。比方说呢，有些人他其实是他在不安或焦虑的情况底下呢，他说出来的话会非常的刺，甚至他当下情绪反应会让别人是不容易接，甚至对别人来讲也是一种伤害的。可是有可能他心里的感觉是，因为我现在很不安，所以我这些行为情有可原。所以这些行为产生的代价，那是跟我无关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改了，我愿意去改，让我自己的情绪尽量可以冷静下来。可如果我不小心又抓不住的话，你需要忍耐。其实这一个想法就已经是会让另外一个人感到害怕的。对，因为这一个想法里面默许了什么？想一下，这一个想法默许了别人的伤害是应该的。对。可是呢，我会尽量克制。如果他说的是这样哦，他改了很多，可是没用，这个也是我其中观察到一个很常见的。但是最后一个我们来谈哦，那有没有可能呢？今天都不是这么负面的情况，是他真的在这段关系付出了很多努力，可是对方还是觉得不能接受，或者没有感觉。有哦，这一个啊，他就会是，如果今天他改变的事情都是他认为他想给的，或者他认为他该给的，可是从来不是对方想要的。对，那这个就是他对于人的核心需求，可能呢还可以再多花一些时间去理解。我举一个例子哦，小明跟小美在一起。好。那小明是一个很多异性好友的人，可是小美呢是很希望小明跟他在一起之后就不可以再有任何的异性的朋友。甚至是他们在一起之前，他认识的那些异性好友都要断干净，从此不能再联络。这样对小明而言，他会觉得我的人际关系是我自己的自由，所以我不希望是谈了一段感情，然后我就得丧失我这部分的自主权。所以呢，小明的想法就是，那我可以从其他地方来多做一点，所以他可能就是假日多陪他出去玩，或者回到家的时候，家里有一些家事就他处理这样。可是对于小美而言，不管小明做再多，你觉得小美会感觉到安心吗？不会，不会，因为小美底层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是安全感，还有一个很重要叫重要性。所以呢，她很希望对方有把她看得更重要，因此她其他事情做的再多，可是这两个需求都没有被满足。那这样她即便有改，对方的感受仍然没有中，因为我们今天改了很多，希望可以让关系变得更好，代表能够感受到好或不好的人是对方。所以这里呢，他就会很看重你对于人的需求这一个议题你是怎么去理解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课程里面都会很常带到，就是人会有6大核心需求。你如果用这个地图去拆解一个人，对不对？你在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真正跟他创立的那个连结才会深，你做什么更动，这个人才会真的有感，包含你可以告诉别人怎么用这个来理解你。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那第二个是为什么学了那么多的沟通技巧，但是事件发生的当下，情绪还是很难克制住？哇，我觉得其实情绪很难克制住这件事呢，可以用分层级来看这件事哦。今天如果我们从信念的角度，第一个要确认的是说，我学了一些沟通技巧，但是在那个当下，我有没有把对方的行为解读成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比方说对方没有回讯息，这个就大逆不道，该斩，这样好。所以我已经跟他讲了，你以后我打给你，你要秒接秒回，可是你就没做到。那这一个行为在我眼中认定叫大事。所以因为这件事很大，所以我的情绪怎样都会很难克制。那第二个点是这样哦，我会不会认为我是有资格对他发这样的脾气的？甚至呢，他会不会认为我这样对他发脾气的时候是不会伤害这段关系的？因为这个是要待确认哦。有一种是这样，我认为我这样发脾气他是有可能走的，但是我发脾气我就要发，我不管。对，那他如果走就走了。如果他心里的想法是这样，那确实学的技巧不一定能够克制，因为他心里早就有评断了。对，那如果我们再往下，还有一个哦，他会不会也认定了他其实发这个脾气他是安全的？
因为我们要假设一个情况你看如果你眼前的这一个人，你知道他是一个一言不合可能就真的会做出伤害性的行为的人，你觉得他做了不回讯息的动作，你敢不敢发脾气？不敢啊，就不敢了，对不对？所以我想说的是这样今天克制不住脾气，如果你真的想要确认的是为什么会克制不了，信念跟价值观它有些时候在探讨不是你克制不了，而是你选择不克制，这个才是根本的原因。因为有些人会误把意愿的问题当成能力的问题，没有，那个是选择的问题。因此呢，只要遇到那种有人跟我探讨为什么情绪无法克制，对不对？第一个我会先过就是信念这一层，可是再来我还会探讨的就跟价值观有关。什么意思呢？就是克制这个有没有那么重要？打比方说，我刚刚有谈的一个概念叫做，我知道这样发脾气，我情绪没有克制住，那我知道这样可能这段关系会没了，可是我照样要喷。不好意思，对，没关系，就像照样要打喷嚏是一样的。不管现在在拍片，我喷嚏要打下去，不打不行。这就跟价值观无关了。所以我刚刚是有提到说，有一种看法是，我这样发脾气，我知道关系会散掉，但是我不管，我一定要发脾气。那这个就是价值观的考量，就是我觉得这段关系已经没那么重要，我现在不爽，我要喷你比较重要。对，它就是一种价值观的衡量。因此呢，如果今天是来到价值观的概念，这时候就要去思考的是，是不是我对于关系，对于我自己的反应产生的后果，这当中到底哪些事情比较重要？我是不是这些点没有思考清楚，才导致我遇到相同的事情都是相同的反应？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过往的影片也好，甚至以着真的有来上实体课程的同学，他们都会知道说，我们在探讨价值观这一个范畴是谈得很深的。原因是因为当你越来越理解价值观的机制呢，你才真正有办法从底层的概念去让自己想通之后产生长久性的行为改变，而且那个改变对你而言是好的。可是我们再往下还有一层就是能力层。那会不会真的有人是当下也没想那么多，他就认为反正我感觉不对，我就要直接把情绪丢出来？有没有这一种？有。那这一种有可能他就会来到能力的探讨。第一个是自我觉察的这一个能力，他自己在自我觉察这一段的能力呢，还在培养当中。他情绪产生的比较少，那一个经验是，我一个情绪出现了，我究竟内在在担心什么？我在害怕什么？我是想到了什么才会害怕？对，而我担心的事情究竟过去有没有发生过很多次，还是我又只是莫名的吓自己而已？甚至呢，我要的是什么？因为他在厘清这一些并没有做得很扎实，所以导致呢，他很有可能在那个当下，他内在的感受很强烈，而他没有去梳理开来的时候，他很容易以着本能反应直接发出去。所以你看一个情绪难以克制，我们刚从拆解到信念、价值观到能力，为什么要拆那么多层？因为这个就是在底层影响一个人会有什么反应，会有什么情绪，会有什么特定的行为，它是能够用这样的概念去拆解。你能够拆解，就知道怎么样去影响它，帮影响我们自己。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很喜欢分享的内容。可是呢，碍于就是它需要探讨的层面比较多，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在我们的 YouTube 影片去谈这一些的运用，我都把它留在是实体课程，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推出了伴侣沟通的线上课程里面就看得到。那第三个是为什么我怎么说对方就是不理解，就是不愿意照着做？哇，其实我觉得这一个问题跟刚刚那一个有点像你看一个是改了很多但是没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假设一个情况是，可能他的这一个自我改变是为了对方要变。对，那这一个说法其实概念有点像就是为什么我说了很多，对方还是不理解我？我觉得我们现在解这一句话，如果今天你跟对方已经是有很理性的对谈，而且在对谈的过程，双方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各自的坚持、各自的立场都已经说完了，而且呢，这些资讯彼此是都有接收到，对不对？
如果是到这样的情况，其实你们双方对于这一个事件，包含他对于你已经是理解了，可是呢，你可能不小心把理解当成是支持，或者你把理解当成是同意。对，你把理解当成是得听你的话。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个我们不小心赋予了一件事或一个词，我们赋予了它太多意义了，而我把那个意义当成是一个隐性的标准，我自己不知道。所以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对不对？可能会在另外一半的心中获得一个印象，可是这个印象他未必会跟你讲。你知道那个印象是什么吗？什么？就是你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总是会要对方是照你的意思走。对，就是你以为的沟通在别人的面前实际上是要求，你以为的协调在别人的面前有可能只是通知而已。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一旦呢对方没有照你的意思走的时候，你把它判读的叫做你这个就叫不理解我，而你的心中如果认为是一段好的关系，双方应该是要可以互相理解才对啊。那现在就代表你眼前遇到的事情就告诉你这不是一段你认为安稳的关系，所以你的情绪有可能因此而更强烈。可是比较有趣的是，刚刚讲的这一个信念还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内在打架的概念。为什么你知道？你看哦，如果我刚刚谈的那一段关系叫做我认为一段好的关系应该是互相理解，对不对？而我心里认为的理解是对方应该要支持我听我的话，这个才叫所谓的有理解我。那这里要问的就是那其实对方也有提他的想法，对不对？那如果理解就代表同意的话，你有没有同意他？对，所以如果你是没有同意他，那就代表着实际上在你的内在的信念叙事里面有可能出现了一种自我的有点像是矛盾吗？又或者是自我打架，但是你没发现，而这一些其实身旁的人都会看在眼里。这也是为什么说了那么多好像还是无法理解，有没有？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先突破的盲区。再来就是要谈的其实是那为什么对方就是不愿意照做。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思考里面啊，一个人在被沟通超过2次之后没有照做，对不对？通常就是做那件事情对他而言不符合他内在的价值观的衡量，甚至不符合他信念的判断，对不对？所以他才会没有照做。可是如果我今天是希望对方去执行一件事，或者在关系里面他要答应什么事，我要去想的是这件事我能不能判断得出来他之所以不答应的原因是因为哪一关没有过？是价值观没有过，还是他不认为这件事是应该要做？或者他判断了什么？因为这两者只要你找得出来关键，那你就会知道你要跟他沟通要从哪一个点来沟通。对。可是呢，我们害怕的点是你跟他沟通都不是思考这一些，而是直接以着我认为我说的话有道理，所以你就这样做，或者我认为你应该要听我的才对，所以我说什么你就是听。如果是往这个角度，那确实对方不听的几率会更高。对，所以这里我觉得要特别留意的事情是，如果有一天你说了对方没有听，对不对？第一个从信念价值观的角度去衡量，第二个呢，你要去想是不是说的方式对他来说不是他可以接受的。可是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是，你也要去思考，那他如果得去做那些你认为该做的事，对他来讲又会产生什么损失，跟要付出什么代价？因为其实这个都是人性会考量在内的。如果你过去在上了课之后你没有考量到这一些，那答案可能也在这里。那你刚刚说到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靠沟通来解决，那一条线到底在哪里？什么是可以沟通的，什么事其实沟通不了？因为其实这个题目它要谈得够全面的话要谈很久，可是我分享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标准去衡量，你就只要记得就是说你要沟通的那件事情，他的决定权、选择权，做与不做，答应或不答应，选择权在谁的身上。可是第二个是这件事情如果一旦确定之后，影响的范围跟谁有关。我打个比方说伴侣之间相处，对不对？
如果他要去哪间公司上班，影响的范围跟谁有关？虽然是他，但是好像也会影响到会影响到我的部分是相处的时间啊，对啊，对不对？多少会影响，对不对？所以权重比较多会在谁那边？他，所以决定权在他。对，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上班有没有投入的时间？有没有要处理的主管？有没有要面对的客户？有没有要面对的压力？而这一些是他付出的代价又比较大，对，所以决定权就在他。对。可是如果两个人是要共同买房子呢？那决定权在谁？两个人。对，双方要各有参与这个决策权在里面。对。可是如果今天他忽视我的决策权呢？就是他决定买房子，买哪一间就是他定哦。可是房贷每个月要付多少，他叫我就要付了。你觉得这个合不合理？不合理。所谓的不合理，是不是指的是他忽视了我的权益？对，他忽视了我的决定权。好，那所以这一个就是他跨过了那一条可以沟通的线。对，用这样来界定。对，所以你用这个概念来界定呢，应该这里就不太会踩雷了。那在伴侣关系里面啊，你觉得会沟通比较重要，还是会经营关系比较重要？哇，我觉得如果真的硬要切分的话，我觉得经营关系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影响是大于沟通技巧。我先稍微把这个问题稍微切细一点点。什么意思呢？经营关系的概念，如果用经营好像就把它当商业了。我换一个词好了，就是一对情侣他们两个在一起，或一对夫妻在一起，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关系是不是就是他们两个是用怎样的方式去相处？甚至他们在相处的过程，他们是用怎样的方式去连接彼此，连接的深度有多少，对不对？甚至他们为彼此的付出的状态又是什么样子？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关系的状态，对不对？那其实啊，影响这两个人会好沟通还是不好沟通的，就完全就看他们的关系怎么样，对不对？因为你看哦，情侣他们之间有没有任何的法定责任？没有。有没有谁应该要对谁怎么样？没有。甚至谁的条件比较好，我还是可以直接说，那我这段关系我不要了。对不对？就是他们能够有多少的空间好好对话，好好协调，一切都来自于双方的自由意志。所以一切都来自于我的感受怎么样，他的感受怎么样，对，他对这段关系的信任度怎么样，连接度怎么样。所以他完全就不太是靠沟通技巧可以去做到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很好。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件事情哦，人跟人之间会在一起，是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不是因为他沟通技巧有多好。好像是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很紧密，是因为我跟他共同经历过什么，而在那个过程，我感觉到彼此对彼此的用心跟付出，对不对？再来，人跟人之间会互相吸引，从来也不是因为他说话就超好听啊。对啊，他说服我的时候好厉害哦。对，他说的话就是让我觉得好有情绪价值哦，所以我就觉得我要爱他一辈子，是这样吸引的吗？应该不是吧。所以人是跟人相处，又不是跟技巧相处。可是呢，为什么我刚刚没有那么直接说关系比较重要，而沟通技巧不重要？因为其实我觉得它两者是有密不可分的部分。为什么？你看哦，关系是人跟人之间在相处，对不对？可是如果一个懂得沟通的人，他是不是对于如何说话，他是有他的掌握度的？第二个是他对于理解别人的意思是有一定的掌握度，对不对？再来，他对于理解自己跟理解他人也有一定的掌握度。所以他如果对人的认识不深的话，他的沟通能力不好。而你对人的认识是深的，你才有机会去挑到一个好伴侣。包含你对自己的认识是深的，你才会杜绝那些不需要不适合的人。所以两者都很重要。可是呢，如果在伴侣关系当中，我真的要硬投一票的话，我会投关系要先好。对，因为关系是人跟人之间每一天每一个相处的时刻所累积的感受。而这里面涵盖了你自己对于事情的选择，对于人的看重，你认为它比较重要，还是你自己比较重要？这一切的行为呢，都会显示出你的价值观。所以我会认为伴侣关系能够维系连结的很深的话，这一个的效果会远大于沟通技巧。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开了一堂课叫伴侣关系必修课，而不是伴侣沟通技巧课。而且这堂课的这个副标呢也很特别哦，读懂卡住关系的那些事，从无效沟通到深度连结。为什么它的顺序是这样？原因是因为我有发现哦，有好多的探讨都是在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说，就可以让那个人改变，就可以让他回心转意，让他愿意听。他现在都不再听我讲了，他现在对我不用心了，他现在不在乎我了，我该怎么说就可以让他改变。我得到好多这样的疑问，你知道？那我后来就发现问题不在那里啊，问题已经不再说了，问题在于那段关系对方已经不愿意看重你了。可是我却尝试用沟通技巧来解决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它其实跟人性的角度有点背离了，不是这样想的。因此呢，我才意识到说，如果我一直在往教你们怎么好好说，即便我教你怎么好好的把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对方就不愿意听了，你要表露给谁听？所以我才发现，如果我们不先学会那一些，是什么会让关系卡住了？是什么会让两个人心不再靠近了？是什么让对方会想到我们的时候会觉得负担？是什么会让对方决定了不说比较好，干脆不听了，因为听了有危险？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后果产生呢？如果这些原因不把它化解掉，你再多的好的说法都没有用。第二个，我觉得我更希望推广这样的概念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如果这一些会卡住关系的事情我们找不出来，对不对？你觉得有没有很大的可能性，这些情况会移转到下一次的关系里面？那你又遇到相同的反应，你又在经历相同的焦虑跟痛苦，对不对？所以就会一直是我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可是我一直尝试用末端的行为来解决，而不是从根本的原因来解决。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其实我们能够读懂卡住关系的事情，甚至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如何去连结一段关系，让两个人对彼此的认识可以越来越深，越来越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这个都是重中之重。很多的无效沟通都来自于彼此对彼此有误解或认识不深，所以才会一直在沟通那些可能不能沟通的事情，或者用那一些会让对方不想沟通的沟通行为在沟通。一旦我们可以先放下那个无效沟通的这些行为，先做到好的深度连结之后，从那个起点开始，两个人就可以好好的去聊那一些心里真正需要被发现被尊重的事情，而这个状态产生了，你要协调也比较好协调。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去觉察自己现在的关系好不好，稳不稳？我觉得有一个问句呢，是可以提供大家简单去自我评量的哦。那这个问句就是：现在的我跟他，如果要把内心真实的想法、感受跟彼此交流，然后跟对方说，我第一时间浮出的感觉是安全感，他也是这样，还是呢，已经会有点怕怕的？对。当然我先说，你要说的事情不是要跟对方说我好像不爱你了，这个你会怕是正常的哦。但是呢，我想说就是我们只要表露心里的感受，我对事情的定见，甚至我自己的观点，我真正想要的东西，你跟对方想到这件事的时候，那一个安全指数假设1到5分，对不对？你们自己评量一下是几分？如果到5分，那就很好，那就代表你们现在的状态，不管遇到什么事，你们都能够让对方有机会去理解自己，而这个就是两个人关系可以紧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如果你突然发现这一个分数好像最近你自我评分好像剩1-2分、2-3分而已，那你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呢，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这一路以来你们经历了什么，两个人怎么会走到这个样子？对，因为通常如果两个人都没有信任度，那一个关系确实处在那样的状态底下是蛮心累的。那最后一个是有人反映说，我们的影片已经教了这么多，会不会课程内容的含金量跟影片是一样的？确实我们的影片是教蛮多的，那我课程里面会谈的一些方法论才会真正去带到一些我们真正实际在运用分析的一些思考模组，包含像
如果你们有人看到我的那个伴侣沟通必修课的课纲的话，里面也会谈到一个3S 沟通公式。其实呢，如果是以着我实体课程或线上课程真正在教的，就会比较是有步骤有方法，而通常我影片在谈的都只会是部分的观点或内容而已。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真的有想要去精进自己在人际关系、伴侣关系能够有更全面的思考跟提升，有没有？我是比较推荐是用课程的方式来理解我所分享的内容，我相信对你来讲的收获一定是足够满的。那这里其实我谈一个小故事哈，曾经蛮多人都会问我一些人生伴侣沟通的议题，我都比较少直接回答。那这背后的原因是这样，因为呢，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能不能很顺利的走很久，它从来不是一个单一事件，怎么去回应怎么沟通就好了。两个人怎么去厘清彼此的价值观，怎么去连接彼此，怎么去协调那些想法不同的时刻，甚至是两个人对彼此的看法怎么样，厘清自己内心的能力怎么样，甚至呢去判断现实情况到底该怎么样去决定比较好。其实这一些都影响着一段关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都会是以着用课程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原因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层面的考量。因此呢，如果说我们回到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我们在聊的是在伴侣关系当中非常常见的可能难处也好，盲点也好，你会发现如果我们都是用某一个节点，就是这件事就这样做就好，这件事就是你的错，它是对的，如果都是用这样简单判断的方式，事情都无法解决。所以我觉得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多重维度来思考，信念的角度也好，价值观的角度也好，或者我们甚至从能力层的评估也好，这一些呢都可以拓宽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的角度以外呢，也会影响我们后续如何去沟通解决这件事情的策略。所以这集就大概聊到这边哦，预祝大家呢在今年的下半年一切是可以顺利的，我们就下一集再见，拜拜。拜拜。